你现在看到的家具、花，甚至桌上的食物，全都来自淘宝。哎，等等，你说什么？这个房子也是淘宝买的？有新的外卖订单。这是淘宝首页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入口，点进去，你将来到一个神奇但陌生的结界。从房子到车子，甚至一整个村庄，只要你有钱，都可以买下来。再仔细看一下的话，这些商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卖家——人民法院。我们今天会通过去在淘宝上找3个档位的正在被拍卖的房子，看看说到底在淘宝上我们能够买到什么样子的房子。不过法院卖的房子会不会是凶宅啊？还是问个专家吧。所谓的法拍房呢，一种呢他有钱，但是他不还，法院呢只能去拍卖他名下的房屋；第二种呢叫做经济案件，他没有办法再去履行自己的债务了，只能够配合着你把自己的房屋卖掉。还有一种呢就是刑事案件，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。那在淘宝上买法拍房，我们总共需要体验3个步骤。上海一共有5405套房子，还挺多的，一瓶还刷不完呢，我刷了4、5瓶了。在2018年，全国二手房的成交量约为420万套，其中法拍房占了约10%左右。法拍房因为起拍价最低只有评估价的70%，再加上在上海这样的城市还不限购，因此房市降温，它还能逆势起飞。默认排序里面，价格从高到低。有一个1亿的房，然后它的保证金就已经是1000万了。你看这个像不像电话号码？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照片，一套纯白色的外立面，内部呢就是有一种欧陆风情。当你进入宝贝星星面后，你将会看到产权情况，有无占用和租赁，水电煤有没有欠费，法院判决书。一些法院甚至还会委托专人给你拍摄一个宝贝介绍视频。接下去我决定去实地看看，在页面最显眼的地方，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联络的标识，拨过去。会说规定很广，都给你赔了。你去他们就会接待你的。前前后后看了有10多套房子吧，就是各个档位都会有，一套100万左右的，然后有一套是500万左右的，还有一套是1亿元的。现在楼下已经聚集了很多想要过来看样的人。整套房子就是有一点年纪了，但是整个房型很通透，墙壁是有重新做了涂刷，就和我们之前看公告里面的那个视频上面是一模一样的。我看到好像挺多是有点像专业人士，他们很多就是当事人，他们会委托这些委托人吧，代理他们过来看。这套房子明显非常非常的抢手，我们在这边至少看到有20多位看样的朋友们。那么到底是谁在购买法拍房呢？刚需还是占绝大部分，就他需要自己住房子，然后由于各种条件所限，他们没有办法去购买其他二手房啊、新建商品房啊。哎，你好，开下门。哇，这边它是不是直接就这样贴着的？请随手关门。而这套500万的房子就明显有点冷冷清清，只有我们一个看房的人。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里还有人正在居住。这房子其实很好的，3房2厅1卫，然后它这个是南北通透的。一种浓烈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如果他不搬走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清场这个事情呢，肯定是由法院来负责的。有些暂时做不了清场的，他可能在法院也做过笔录了，然后在拍卖成交之后，我自愿搬离。专家说，如果住户不守信用，法院会介入负责清场，但这样肯定会延后入住日期，所以还得提前了解清楚房屋的清空情况。这套房子的冷门还在于它的起拍价就是市场评估价，所以一旦有人竞拍，就等于要花高于市场的价格把它买下来了。大部分的刚需房现在都会有很多的竞价，然后这个竞价我现在看起来大部分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于市场价。所以如果你是要买刚需房，那么法拍房几乎没有捡漏的可能。所谓的豪宅，刚需的老百姓可能买不起，竞争对手就少很多。
这样的前提下面，可能你有机会能够捡漏。好，那我们去捡漏看看1亿块的房子吧。这边明明已经到了，但是带到了一个工地，我今天又找了一下。阿拉帮那个法官讲好呀。虽然和法官提前约过，但好像这里看门的伯伯并不知道。在一番交涉之后，他终于答应让我们进去看看。因为这套房子所属法院在外地，现场只有一个保安带着看房，没有任何拍卖辅助机构，所以我能得到的额外信息也就非常有限。我们上海法院是由辅助机构来帮助法院完成很多事情。外地法院可能在上海的话，他留的可能就是法官的电话。房子好是好，不过所属法院在外地，感觉后期交接过户也会有很多麻烦。那么我就先不打扰了。经过综合比对，我决定选择第2套500万的房子。在任何拍卖前，你首先需要支付起拍价的10%作为保证金。好，竞买人知晓拍下不买的后果，保证金不予退还。报名成功了，竞买号是 C0726。竞拍的过程中，你只有一个代码，我们彼此不认识，公正、公开、公平的平台上面进行竞价，价高者得。哦，我被秒了。经过3天的角逐，这套房子最终被 I6592以476万元的价格拍走。拍下之后 ，I6592还需要在剩下的5个工作日内交清尾款，并支付额外的1.5%到3%的契税。接下去就是去法院办理清场、报销、过户，最后才是真正的入住。现在我已经体验完了全程，那我怎么样在看淘宝法拍房这件事情呢？第一个维度就是淘宝作为一个信息整合的平台，我觉得它一贯的高效、真实，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大量的浏览你想要看到的房子，以及有一个很明确的联系人。在我们现实看到的房子跟淘宝详情页上所披露信息基本上是吻合的。法院拍卖这件事情其实也在慢慢变得线上化，除了淘宝之外，你也可以在下面这5个平台也检索到这些法拍房的信息。第2个维度呢就是捡漏，在刚需房这件事情上，法拍房的捡漏其实比较困难。以我们看到第1套房子为例，它的起拍价是150万，但最后成交是以250万成交的，比市场评估价其实还贵了几十万呢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有钱去买一套豪宅的话，会有捡漏的空间。第3个就是法拍房这件事情其实挺严肃的，因为它归根结底还是在买房子，价格也不便宜，可能并不适合第一次买房的新手小白。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呢，最好是找一个专业的辅助机构。当然，你还需要非常仔细的去阅读法院的公告，那个上面会有你需要的一些最重要的一些信息。不知道大家看完这集之后是什么感受？理想当中你的第1套房子应该长什么样子呢？